Hello， 大家好，这里是 The Traveler 坐手过客，我又回来啦。今天在这里拍有一点特别，为什么？现在其实已经是，给你们看一下，凌晨3点多了。OK， 是凌晨的时间，凌晨3点。其实我刚才就有一点睡不着，就在想一些东西啦，然后想，就突然间就回想起过去的一些经历。OK， 所以今天会拍这个 video 就是。我本来只是下来想要 start 车，因为 quarantine 的问题 ，COVID-19 lockdown 的问题，所以太久没有 start 车了，就有点想念我的车，所以我就半夜睡不着，我就想下来 start 车。我每次会坐在里面 start 的车，听那个 engine 的声音，吹它的 aircon， 去享受一下那个氛围。我常常讲这个是 car therapy 啦。今天我下来大概过去了10多分钟，我就想。我过去这样一路这样走过来是呀，多少汗水多少心血才换成今天有一点小成就啦。所以现在已经差不多是凌晨3点多，你们看得到吗？因为我现在在用自拍镜头，因为就是很临时的想拍，所以就随便开了几个灯光，所以有一点，如果你们看到有点不舒服就不好意思啊。可是今天突然间要拍这个 video， 目的是想要跟大家 share 一下，我当时候的我是很穷。如果你们有些人知道的话，那时候我的户口只剩下3块3马币，3块3马币，而且那时候还欠着很多人钱，然后还要去还学费啊，那时候还读着大学，上了大学还要去上外面的课，还是去跟其他人借钱去上外面的课，都前后我这样大概欠了人家，又加上我输 trading 的钱，我前后大概欠了人家差不多18千马币左右。18千可能对有些人来讲，你们应该感受不到那个压力或者那种痛，可是对我来讲，那时候我才是一个大学生，我完全没有收入。然后打工也是要打到很辛苦，一天可能才100块。我在怎样想，我要怎样还完那18千？那时候我也是很压力、很恐惧的。可是我没有去畏惧啊，这是我第一个，我庆幸我自己没有去对这些压力低头，这是我第一个，我为我自己感到开心啊。所以那时候我就是一直去寻找出路哦。所以今天我是要跟你们讲回重点，今天我是要跟你们 share 的就是今天如果你还觉得你很穷的话，你还是一直在那个老鼠圈。我之前讲了，就是你一直渴望的生活，你一直触手不到，一直得不到，你一直觉得为什么钱那么难赚啊，或者是你为什么一直达不到财务自由，其实是有原因的。因为先撇开那些教育制度跟我们现有社会上被强行灌输的一些教育理念啊，跟一些做事跟理财的方式，这些种种我们先避而不谈。如果你要我讲的话，我可以讲3天3夜，因为我对这些，尤其是现在的教育，尤其马来西亚我不知道外国，对，尤其是马来西亚这种填鸭式的教育，我是极为不认同的 ，OK？ 可是这个如果你们想要听我讲这些话题的话，你们可以在留言区评论，在 comment 在下面让我知道，然后我就在 maybe 下一集影片我做相关的视频给你们看。OK， 所以今天讲回重点，今天我是要 share 给你们知道，大概总结了几个步骤啊，我把它统称成5个步骤。你要做到哪5个步骤？是在你贫穷的时候，你应该要怎样去调换你的思维，而不是一直保留那个贫穷的思维方式。所以这5个步骤我统称它为 Power of Consciousness。那5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其实就是你要先问你要的是什么。我知道这个东西很多人讲了啊，或者是哎呀这个东西谁不知道？可是我真的是想要问你，真的想要什么？很具体的，它是可以摸到，可以让你真的是可以感受到。这样如果拿我来做例子。我是一个很喜欢车的人，我不用去在乎那个车的 engine 多好啊，性能多好，我只要看到它美，我喜欢，我爽，我就很喜欢，我就想要拥有它。所以我喜欢跑车，所以我给我自己立下一个志愿，我给自己立下一个心愿，就是我想要买到兰博，真的是用自己的钱买到一辆兰博基尼，就是兰博基尼啊。所以有了第一个东西，然后我还想要什么？我还想要就是有时间哦，要有自由，因为我知道在人世间活的时间有限，所以我应该要趁这个时间有限的时间里面去多去看这个世界，去享受这个世界的美好。这是第二，就是我想要有自由，然后我要去环游世界，去 travel， 去旅游，去旅行。还有第3个也是我最大的推动力，也是为什么我一直
被打了，跌倒了又起来，跌倒又起来。就是这第3个原因，就是我想要在还有机会的时候去报答父母，给父母去可以好好享受一下。因为在过去的日子里面，我还小的时候，我一路来都看到我父母很努力的付出，我就觉得不要再让他们这么辛苦下去，我想要赶快把这个重担换成我来扛，因为我看到他们也已经老了，就已经也动不了了，就很辛苦。我看到这些，自然而然就会有这个动力，想要快一点点成功，然后可以减轻家里的负担，至少甚至可以去养活自己的当然也可以养活他们，然后给他们早一点去安享他们的收获。这3个是我目前最主要的推动力，也是我一直想要追求的一个生活状态。这是第1个步骤，你要先知道你想要什么东西，这样你知道了你要这些东西了过后，接下来要第2个步骤。第2个步骤是什么？要确保这些你想要的真的是你要的。这样讲就是 OK， 去体验，去 experience。这样讲好像如果我真的很喜欢 Lambo， 我真的想要一辆跑车，我就会去找机会去体验。就是我自己的例子来讲的话，我会买到这辆车，原因就是那时候我想要去 test drive， 我就是想要去驾一下跑车，然后我去试试看驾，去享受那个整个感受是很不一样的。我知道，如果你没有去 experience 的话，你没有去尝试去体验那个感觉，你是永远是体会不到那种握着皮质的那个 steering wheel 啦，或者是躺着这个皮质的手法，然后开着2个门的跑车去驾在路上的那种感觉。我不知道，可能对有些人没有感觉，可是对我来讲就是哇，很拉风啊，这个很现实的嘛，就哇，每个人来看你就每个人都想要博得眼球嘛，这是最直观也是最诚实的答案。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一直想要有一个跑车，就是我可以做到人家做不到的事情，所以我会觉得 OK， 我好像我有一个成就感了，所以我一直想要有一辆跑车。所以你就要去找机会去有 experience 这些事情，就是你去有机会，可能你有朋友的爸爸是很有钱还是什么之类的，你去找各种管道就去 test drive 都好，像我这样，你去试驾，然后你去驾那个车，或者是你甚至去那种车的展览，没有开 engine 的，你进去开着门坐下去，你体验那种跑车很低贴着地面的那种感觉，你去感受，你去体会那种你在拥有它过后你会是怎样的生活，怎样的一个感受，就是你要去 experience 跟去 visualize 的越清晰，体验的越具体越好，因为这个可以加注你去 motivate 你去真的是想要达到这样的东西，不是你讲哎呀有就有了，没有就没有，你没有感觉到那个体验的差异的话，你不会去真的是去 go for it， 去到完了，去到准了，不会的。所以这个是最直接去体验跟你去 visualize 你的过后你想要得到的东西。因为为什么你有了体验，你的那个 desire 会加倍，就是你会更想拥有它。然后当你更想拥有它的时候，你每天日想夜想都会想到它，都会想要我到底要怎样去得到这样的东西。但一样的，但第2个点就是我刚才讲的 travel， 还有像我举我的一个很实际的例子，就是我讲如果 travel 的话，我要怎样去体验。我还很记得那时候我很穷的时候，我的 bank account 剩下差不多900到1000块，那时候我存到很辛苦，可是我就用了这些钱，我也不知道我怎样搞来的，我就去了上海，去了济州岛，去了这2个国家。在那一年是我还很记得，是我那么多年来我第一次自己坐飞机出国，而且因为我很多年我几乎没有什么出国去到，我真正有出国也是去到新加坡吧，在隔壁。OK， 所以我这个是我真正在我人生有意识以来真正的第一次去坐飞机。可能有人会讲刷股啊，可是我真的在因为家里经济问题也好，还是种种的问题，我没有办法像一些平常人可以有兴趣到处去旅行坐飞机。所以那一年还记得应该是我20岁的时候，我就把我的那个积蓄拿出来，全部拿去旅行，拿去玩，去济州岛玩，拿去上海玩 ，OK， 去找跟大学朋友一起去。所以从这个体验当中，我就真的感觉旅行真的是太好了，真的我太喜欢旅行了。为什么旅行可以那么享受，可以是那么的开心 ？OK， 所以这个也是我讲的体验，你一定要去。就算是花你的钱也好，或者你花你的很辛苦赚的钱，可是我觉得值得。它是给你一个很 clear 的 visualize， 让你去在下一次做到更好，然后还有给你一个很强的 motivation。就从这种种我讲的，第一个我讲我的话，我个人例子，我去做跑车，我去体验，我去
砸我的钱，我去旅行，我去体验，就是要去体验那个感受，然后确定这是我要的，我真的很想要的一个 motivation。过去来第3个步骤，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名言，从 Robert Kiyosaki 讲的，你要开始去问 How can I afford it， 就是你要怎样才可以去得到你想要得到的这一切。OK，Robert Kiyosaki 讲很多穷人为什么会穷的原因，就是因为每一次当他们是有想要的东西，他们也想要车啊，也想要房啊，也想要一些物质的享受，可是他们往往都会往什么方面想？他会讲，哎呀，我没有钱啊，你以为我是印钞票的？很多穷人都会有这样子的，马上这个第一个声音就会出来。可是如果你要这个时候你不是应该这样想，你要调换思维，你要这样想，我要怎样才可以负担得起这些东西？我 How can I afford it？ OK， 这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名句。每当你遇到困难，每当你遇到negative 的东西，你反而应该是想 How can I afford it？ How can I overcome it？ 你要去问 How， 不是反而给一个 statement I cannot do it， 我不可以做到的。这样你给一个 statement 的时候，就是你把你的 mind close 下来，你不再去做思考。可是当你问你自己 How can I afford it 的时候， How can I overcome it 的时候，你是在问自己一个问题。当你在问问题的时候，你自己的脑袋就是开始在思考，在思想，再去想我要怎样解决，你的脑就开始在动了，你不是在做一个被动的，你在做一个主动的一个思考的人。所以我的话，我就会开始去找 OK， 在现在我生活的这个社会跟时代里面，我有什么工具可以让我赚到钱快一点点，让我赚到大的钱，让我可以去实现我要的梦想跟理想。 OK， 所以我那个年代里面有 freelancer 啦，有 e-commerce 啦，有 startup company 啦，有 digital marketing agency， 种种这些都是可以赚钱的，只是你要问适不适合你。 OK， 像我的处境那时候19、20岁的时候，我也是一路在找我要的东西。我在大学找不到，我去外面找，去外面上课，去上创业的课，去上 crypto 的课，我去上房地产的课，种种，我上了很多的课。上这些课的目的是什么？去让自己找到自己，第一，你自己喜欢的，自己真的有热忱的事业；第二，是它真的可以让你赚到钱，而且这个你赚钱的方式是你自己舒服，而且是你自己有 passion 的。OK，so，我的例子是话，我试过做 e-commerce，OK， 我自己做过 online business， 可是到最后 fail 了，因为我不喜欢看数据，我看了数据我会觉得很烦，然后要一直学那些打广告的东西，我不觉得这也是浪费，我学了我还是有用到，今天我还是看得懂 Facebook 广告要怎样看，要怎样打，数据要怎样分析，种种的，对我来讲还是有帮助，只是到最后我发现这个不是我真正要做的东西。So e-commerce 我做不起来，我放弃掉，我果断放弃，我继续找我下一个目标。过后我去上 property 的课，我去尝试 property。我今天要讲什么？你今天上每一堂课，你一定要去，你上的课再好的好，内容再好的好，你今天没有去实践，你没有去运用，你没有去 apply 它，是等于零的。OK， 是我今天讲的，我今天上每一堂课过后，我都马上去 apply。我上了创业的课过后，我也是马上 apply。我还记得我做的那个公司，如果你们跟我熟一点的朋友，你们都记得我做过改这个 startup company。这样跳回来，这样我意思要讲什么？今天看我今天到这边，不是好像一路顺风，我不是就一开始做 crypto 做 trading 就表做到今天，我也是试了很多，试了不可以 OK， 我再 test 过其他的，我在上课，我再去找我要的东西，这样子兜转到头来，我在 crypto 里面找到一条路了，我在 trading 找到赚钱，又有时间自由，种种已经 fulfill 到我所有我想要得到的一些理想的一些条件。OK， 所以我就过后发现 OK， 这真的是我要做的，是我 go for it。所以我就开始选 crypto trading 这条路，这样打深进去走，这样就接下来就到第4个问题了。因为第3个问题你已经给自己一个答案，知道我要做什么行业，我真的是要往这个方向继续努力做。就第4个问题，就是 what I need to know。what I need to know 的意思就是我做这个行业，我做这个项目这个领域，我需要会什么，我需要知道什么 OK， 我需要懂什么东西，我才可以比其他一般人更优秀，更有竞争优势。 OK， 竞争优势这个关键字，竞争优势，你要怎样在这个领域里面有竞争优势，所以你就要去找，你就要去训练，就要去学习，去掌握这些技巧跟 skill。 OK， 所以这个是第4个点。所以因为有了第4个点，才可以有明确的方向，知道我什么东西是我的缺点，我要去改善；什么是我优点，我要放大它。这样你有了一个这个系统去学习，去
加强你自己的时候，你就有一个很 clear 的方向，而且你是 make sure 你在 progressing 了，不断学习，不是反而就学会了一点点就在那边有一点点成绩就开始骄傲，或者是停下脚步，反而是你应该一直要去找到自己的缺点是什么，你有什么可以增强去增补你的一个竞争优势。学习你就有第5点，第5个点就是你要时时刻刻的去跟我们讲 track 你的 path， 什么意思？就是你要一直问你自己你要问你自己 I done these things to get what I want， 问号 OK， 我做这件事情是真的是在帮助我去达到我要达到的东西吗？ OK， 这样答案就有2个答案，第一就是 yes， 第二就是 no。 这样如果是 no 的话呢，很简单，你回去到第4个问题 What I need to know， 为什么我今天没有 progress， 我今天为什么我没有在进步中，为什么我开始偏离跑道，是不是我开始懒惰，是不是我开始没有热忱了，是不是我开始浪费时间，花太多时间在娱乐消遣上，种种。当你有 no 的时候，你要问回去你第4个点，我今天还缺什么，我什么东西还做不好，我需要去怎样去改变，怎样去进步。这如果今天当你问你自己Am I doing the things that is helping me to reach what I want to reach， 是不是我在做这可以帮助我去达到我要达到的东西的事情的时候，你的答案是 yes， 是是的时候，很好，这个时候你要问你自己 How can I scale it up， How can I leverage it， OK， 重点这里的关键字是 leverage， 你怎样去杠杆你这个技能，而且你是一直在维持在这个路上的，就是你好像我的例子，我 crypto trading， 我做这个 trading 跟我预想的一个 planning 的方向在走着都一致，一直在走着对的方向，我一直在赚钱，很稳定的赚钱，我每一个 plan 都执行到很不错，所以我就要开始想问自己我要怎样 scale 它起来。这样 scale 它起来很简单的方式就是 leverage leverage 有很多种方式，就是讲简单就是资源整合。今天你没有这个资源，我讲如果我做 crypto trading 很实际的一个例子就是我做 trading 虽然我有 skill， 可是如果我没有资金，我没有子弹的话，这个 skill 就算我有也是等于0。所以我很清楚知道，今天如果我有更多的钱，我更多的子弹，它就可以让我把我的这个 trading business upgrade 到另外一个档次 bring it to the next level。 所以我很清楚这个点，所以我就开始去资源整合，我开始去 leverage 可以 leverage resources， 可以 leverage 人家的人脉，人家的资源，人家的知识，人家的钱财也好，种种，要懂得怎样去运用别人的资源去帮助你自己完成你要完成的东西。这样当然我们今天运用别人的资源不是单方面的拿，你要去做一个价值互换，你要怎样去想你今天有什么价值，这样今天如果你没有价值的话，人家是不会跟你互换，这是很现实的例子。所以这个也是我为什么讲你今天要有一个 skills， 你要有一个价值让人家愿意去跟你交换的，然后从而让你去利用去运用他的资源之类的 OK。所以我的例子来讲很简单，我就是把我 crypto trading 做好，成绩做漂漂亮亮，我拿去给别人看，讲如果今天你投资我多少钱，我给你多少return。我还很记得那时候我给人家return是每2个礼拜 10% OK。当然我全部做到很好，我把我的心思做到漂漂亮亮，我把钱全部我答应的事情我全部做到完，每个投资者都很开心，这样我就开始在建立我的声誉当我声誉开始旺的时候，钱就自然来了OK。那时候你就慢慢脱离了贫穷的状态 OK。 这是我的个人例子，可能在你的身上不是这样子的 flow， 可是你要去知道今天跑不开了，今天你有了，你要做，其实整个概括来讲，你先要掌握一个 skill 先，那个 skill 是你有热忱并且可以持续做，你把它越做越大 skill 起来，可以拿来 leverage。 这样我的例子，你的 skill， 我的 skill trading 是可以 leverage， 是可以 skill 的，是 sky is the limit。 你可以今天你有多少子弹你打爆了，你今天 skill 你是用回一样的，可是今天你的子弹多了，你赚的钱就多，这么简单。所以我很知道我的这个 business model 它的运营模式是怎样去做到最有效化，所以我知道今天我要做的首先第一样就是我要把我的 skill 磨到最锋利为止，所以过后我拿出去这个市场里面，钱是无限的，外面的市场的钱是多的，外面的钱市场的钱永远只会跟着会赚钱的人走而已。今天不是你很难赚钱，或者是你今天不是你很穷，或者是你赚不到钱，是因为你还不会赚钱 OK。 这个有一点讲你在自打嘴巴是不是其实不是的，其实你要今天你会赚钱不代表你真的是手上有钱，你懂我意思吗？就是你要先掌握一个可以赚钱的东西，或者是一个生意也好，或者是一个技术或者一个生活技能 OK。 你有了这个东西让人家有价值去交换的时候，你的那个时候你就有筹码去谈了。当你有筹码去谈的时候，钱
自然而然就会来了的。这个事情我想要做一个简单的分享，我不要讲得太远。如果你们对这些资源整合的概念，或者是杠杆的概念，还有我最喜欢讲的就是 use other people money， 你要怎样去跟人家洽谈，去怎样去运用你手上所有的一些工具跟价值去跟人家交换你想要得到的东西。因为有可能你要从那个人得到的东西，对他来讲是没有什么他可以给你的，可是你要怎样去得到过来？今天你要怎样去运用你的一个竞争优势去得到你想要得到的东西，而且是双方互利的关系，不是互相伤害啊！不是讲今天我要割你，还是我故意要抢东西过来，不是。今天这个关系是健康的，是互利的，是我们双方都开心的。OK， 所以如果你们对这个有兴趣，你们在下面 comment 让我知道，我下一个视频我做关于other people's money leverage 杠杆别人的钱资源整合等等这些话题。如果你们还有什么特别要求的题材或者是问题都可以问，都可以在评论区问，在下面 comment 给我知道。所以今天就不多说啦，这个就是我简单的5个 step 让你脱离贫穷的思维，然后在最有方向性的情况下，在最短的时间达到你要的目标。OK， 所以今天这里是 The Traveler 作手过客，我们下一期再见啦，拜拜。